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自己的呼吸？我教你一个小方法啊，你用你的双手手掌捂住自己的耳朵，就像这样捂住，眼睛闭起来，把头往下低，然后来吸口气，吐出来。你注意一下，听你呼吸的声音。当你把耳朵捂住，它能感受到你自己呼吸的这个声音。有的人啊，他是比较粗的。有的人头一低，然后会感觉到这种有一种咆哮的声音是在里面发出来的。有的人呢，呼吸起来啊会比较的柔顺，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声音。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啊是不注重自己呼吸的，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你要知道，真正会练的人都是会呼吸的。打个比方来说，如果说你的呼吸变得比较的急促啊，呼吸变得比较的快，一个呢是你的吸气量变浅了。这个时候频率加快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里跳动的速度变快，同时呢，你这个人容易变得更加的急躁啊，容易发脾气。当你呼吸的频率接近我们的正常的一个进气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偏向于理性的时候。而我们如果想要身体慢下来，比如在特殊的时候，你晚上睡觉这7、8个小时总是睡不好，就是翻来覆去的，或者是你就看星星看月亮，就是睡不好，往床上一躺啊就胡思乱想的，或者是你平常总是胡思乱想的人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呼吸节奏慢下来。你呼吸节奏只要一慢，它这里的速度就会慢，然后呢，整个大脑当中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呼吸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？其实说来也巧，在很多年以前啊，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老人。这个老人啊，90多岁，专门啊对呼吸进行了深刻的研究，特别是道家的静功。你会发现，这个静啊是安静的静。道家的静功当中啊，它很讲究这个呼吸的调节，特别是我们熟知的这种吐纳法，都是在强调呼吸。那么在道家的静功当中呢，有一个最高阶的方式，就是叫做引导法。什么叫做引导法？顾名思义，通过一个手势，让你整个人引导到一个安静的状态。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玄？但是我看这位老先生每天晚上睡觉的姿势，包括他有的时候在这儿打坐入定的姿势，都是通过引导法进行的，而且这么一坚持啊，就几十年下来。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方法也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特别是我们刚刚捂住耳朵，头低下来，感觉自己啊这里不通不畅的，都可以去做一做这个引导的方法去练习。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引导的方法怎么去做，其实非常简单啊。我们把双手伸出来，用你的大拇指点住你的无名指根啊，点住它，2个手指都点住，把手这么一包裹住了。包裹住了，你看这个姿势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叫做卧固。那么在道家当中呢，这个也叫做子午诀。把卧固做好以后，我们把双手啊，身体坐直，双手就置于我们的腹部两侧啊。你看这是肚脐，然后呢放在两侧就行。就这样放好，眼睛闭上，我们做3到4个呼吸，你感受一下你呼吸的变化。眼睛闭上，什么都不用去想啊，就正常呼吸就行。来，吸气。所有的朋友啊，可以慢慢的把手机放下来，跟着我一起做。吐气，吸气，自己去感受一下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因为在做引导的过程当中，我不能去讲话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没看明白的话，可以往前快进一些，然后把视频暂停，自己再感受一下这个呼吸的变化。我来这里直接分享一下答案。刚开始你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气慢慢随着你的呼吸的一个时间加长，它会越来越深。从刚开始的，比如说我们呼吸到这儿，慢慢的到往下，再到下面啊，越来越深，一次比一次深，逐渐的这个气啊进的深了。吐出来的变得很绵柔，然后呢，你再观察哪一点？观察我们的肚子，手放在肚子两侧，它如果起伏的话，你会很明显的观察到。我们这个引导法其实是引导着你去做腹式呼吸啊，你不用刻意的去练，你也不用去了解，你只需要把手放在肚脐两侧，你会发现气进的深了以后，它这个肚子啊就开始上下起伏，这个就是腹式呼吸。同时呢，如果说你还能留出一些思绪去观察的话，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变化
很多朋友发现啊，这里做着做着就怎么样变慢了。它变慢了以后，逐渐的你原来当中的一些杂念就开始慢慢的跑掉了，就被你的呼吸带着走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此时就是一片空白。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的、无的，就这种感觉，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。所以呢，这是这位老者啊，每天啊下午的时候都会去做着一件事，每天就这样去做上一个10分钟。当然，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，我只是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，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烦的时候、比较躁的时候，或者你感觉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啊，10次就可以了，呼吸10下。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啊，晚上这7、8个小时睡不好，特别是头一沾着枕头就开始忍不住乱想了，怎么办呢？一样的，用你的大拇指点住无名指的根，放在我们的肚脐两侧，就这么放着，人正着躺。如果你不喜欢正着躺，你侧着去握，手握着也行啊，把身体卷曲起来，就这么侧着睡也行。你只要这个姿势放好了，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呼吸就被调整过来了。当然，我建议大家比较好的，因为我看这个老师傅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么去睡啊，你可以把手就自然置在肚脐两侧。我自己去睡的时候也是这么去睡，会感觉特别的棒。你们这样一放，然后发现呼吸只要进得深了，接下来所有的都是通过这个引导的方法去引导好了。你记住，呼吸的速率啊，就会决定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呢，会呼吸的人，往往他自己的状态就会非常的棒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我是大伟。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把它收藏下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如果你没有关注我呢，一定要关注我一波，因为在别人那里啊，可能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睡眠不好啊，最为苦人。我相信有过失眠经历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。躺在床上啊，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眼睛闭起来以后啊，满脑子啊都会重复一些片段，好不容易啊睡着了以后，却发现啊睡得不太踏实，眼睛一睁起来了，浑身上下都特别疲劳。其实睡眠啊本来就应该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，但是对于失眠的人来说啊，他非常痛苦，所以呢，失眠的人啊特别害怕夜晚的到来，特别害怕睡眠。没有关系，今天啊大伟教给大家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改善睡眠，让你沾床就睡。而且呢，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。我现在来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，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同时啊，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方法怎么去做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法的名字，叫做开双门。咱们的身体里面啊有2扇小门，这2扇门啊只要打开了以后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安定心神，更好的去入睡。第一个门啊叫做神门，大家都听过啊，但是我们打开神门的方法和以往的方法不一样。我们准备1小碗的白开水，拿这个手指啊指尖啊蘸着这个水啊绕一绕，然后呢把这个手指蘸水的手指啊去拍打我们的神门啊，拍打哪里呢？其实呢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腕横纹下方，你看这3个手指啊，你看对上去，然后拍打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蘸着一个水啊，拍上15下到20下左右，然后呢，再手蘸一点水，然后继续，就这样去拍打啊。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啊，我们手啊就这样啊，手指只要放在我们的腕横纹下面，就这样拍就可以了啊，拍上一个20下左右。好，再蘸一遍，再拍啊。我们如此反复，重复5次，一共做上100下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们都知道神门可以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心神。很多人啊就是心火大，心里烦躁，睡不着觉。所以呢，我们通过这个皮肤蘸水打开这个穴位，给我们的心火啊降温。那么讲完了第一个动作，开神门，我相信跟着我一起做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，感觉心里面特别的舒畅，特别的安静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讲第2个动作。第2个动作啊更厉害，叫做开天门，打开头顶上面的经络锁。我们要知道，很多人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是和头上的这把经络锁有很大的关系。这把经络锁只要打开了以后，你的大脑当中啊将会清空啊，睡觉会变得更加的容易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天门怎么去做。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啊，我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。这把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不一样。它的梳头齿头更大，大家可以看到更加的圆润，是专门为了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而设计。现在呢，我用这把梳子给大家来演示一下。所谓开天门，第一个就是要从我们的印堂到我们的发际线这里，你看
这条线，我们用这个巨大的尺头啊往上去推，1、2、3、4、5。在推的时候啊，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。很多人啊，他因为长期啊睡不着啊失眠，所以呢，他在推这条线的时候会发现这条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颗粒。这些颗粒呢，你用手去推啊，感觉到不太明显，但是你用梳子啊去推，你会发现这些小颗粒啊，就像一个小米粒一样，在你下面去滑动啊。而且呢，你推上去的时候啊，会感觉酸酸溜溜的，有些朋友还有一些刺痛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就这样去推。一般来说，推上50下左右啊，这个感觉啊就会弱上很多。好，做完了这条线以后，你看这条线像不像一个门缝啊？两边像不像啊一扇门？好，我们开始，你看把这个门给打开啊，顺着去刮，刮到哪呢？刮到你看我们耳朵后侧啊，一直到脖子这儿，你看一条线下来啊，这个开天门，你看这个动作多好啊！做的时候啊，直接在脖子上面啊一些问题啊也给它解决了。我们用这个梳子推的时候啊，是明显的能感觉到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感啊，就是皮肤上面这些颗粒感和筋结啊，都是我们身体经络不通的一些表现。所以呢，你在刮的时候啊，会感觉有些酸啊，有些胀啊，都是正常的。随着你刮的这个次数啊变多啊，然后慢慢的你能感觉到这些小点啊，逐渐的就消散了啊，你的体会的感觉呢，就会由原来的酸啊、胀啊，慢慢的变成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啊，就这样，我们就一下一下的刮。一般来说，你看我右侧做个50下，我左侧也做个50下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把我们头上的这个天门啊给打开。啊，你看神门打开以后呢，我们开天门，天门打开以后呢，啊，这个时候你的心火降了啊，我们头上的啊这个经络锁给解开了，你睡觉的时候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踏实。而且呢，做完这个动作，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啊，你看我做完以后，我把梳子往这一放，我就安静的坐在这儿，我会感觉整个身体上面啊非常的舒服。大脑上面的头皮啊，感觉一层一层的解开，非常的放松。然后此时呢，你躺在床上，什么都不用做，眼睛一闭，很容易啊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状态当中啊。所以呢，这两套动作你只要结合在一起做，是1+1大于2的啊。做完以后啊，你会发现你的睡眠啊不仅变好了，而且啊变得更踏实，更容易入睡了，睡觉变成了一件非常享受的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，我是大伟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是否因为身上满满的赘肉而苦恼过？又是否看见很多人成功啊，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啊，去和别人一样去运动、去训练、去学习，最后啊减肥以失败告终而伤心过啊？我相信每个人啊，对于减肥这个词啊，或多或少都有以上的经历啊。为什么减肥难以减下来呢？其实大部分人的原因啊，就是在于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动作，而盲目的去跟着别人的去训练。其实啊，很多人啊都想自己啊身体变好一些啊，身材变瘦一些。那么今天啊，我来教你一个在家就能做的减肥小动作。这个动作啊，你每天只要做上5分钟，就能够锻炼全身，打开经络，让自己的身材啊变得更好。而且这个动作啊，对于热量的消耗是非常高的。你只要能按照视频当中的强度，去每天给自己定一个5到10分钟的计划，坚持30天，你会发现你的身材、你的肚子啊、你身上的赘肉啊，一天一天在变少。好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。大家练完以后感觉好的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“有用”2个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讲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但是咱们要分2个步骤来讲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腹部以下的动作。我们首先先讲个前提条件啊，就是坐板凳，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说板凳的一半，大家看啊，屁股点在这个板凳上面就可以了。好。我们坐在这个板凳一半，靠前去坐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腿部怎么样？你看啊，1、2、3、4，手放在腹部里感受一下啊，就是用我们腰腹的力量，把我们的腿部啊，你看迈出去，1、2、3。你会发现啊，你手放在腹部，你的腹部啊都会持续的发力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腰腹在发力的啊这种感觉。
腰腹发力，你只要去练，你会发现你的肚子啊，这个脂肪跑得特别快。所以呢，这是下面的一个动作，我们先练协调。然后呢，手部的动作自然就出来了。我们想象啊，坐在板凳上面去跑步的一个姿势啊，大家从侧面稍微看一下啊，你看1、2，慢一点做啊，3、4、5、6啊，整个过程当中腹部啊是收紧着，是憋着气的。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啊速度再稍微变快一些，怎么做呢？你看起始的姿势啊，这样。像不像一个跑步的姿势啊？你看我右腿在前，左手在前啊，然后呢，右手和我们的左腿啊是在后的。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大家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。这个动作啊，你做起来是完全靠着我们的核心力量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腰腹这里，同时呢再加上我们腿和手啊在一起动，所以啊一个小动作它是把你全身上下的肌肉啊都练到了。这个动作啊对于很多人啊，比如身体僵硬的、气血循环不太好的啊，甚至啊是感觉自己的经络有些不通的，你就去练这个动作。啊，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上一些不好的地方啊变好，所以无论你是从减肥瘦身的角度来说，还是从健康运动的角度来说，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。最关键的是它的执行力很高。我们在家里面只需要一个小板凳，然后你往板凳上一坐，没事的时候，哎，就把这个动作你看就这样练起来啊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今天这个动作啊，我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大家记住了。如果你想要去减肥瘦身，那么每天至少做上5到10分钟，一组我们按照1分钟到2分钟来算。如果你只是想简简单单的运动啊，让自己的身体啊经络打开，身体变好，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1分钟到2分钟就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大伟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，在我这里啊，你能学会很多非常好的养生小视频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颈椎不好的朋友们，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啊，非常的牛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跟着我啊练习完一套以后，你会明显的感觉你的肩颈啊完全打开，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，甚至有些朋友啊，他能明显的感觉到脖子后面啊、肩膀上面都热乎乎的。这个动作呢，我教过给很多人啊，练完以后当场啊就感觉特别的惊讶，而且只要是坚持下来去锻炼的人啊，自己的肩颈啊也会一天比一天好。好了，我现在啊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，大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并且呢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你的一个小举动啊会帮助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讲动作。这个动作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，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动作的一个口诀就可以了，就是头和手在相反的方向画圈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的双手啊合十放在胸口，然后呢围绕着我们的头部啊会画上一个圈。大家注意看啊，重点来了，你看。比如说我的手啊，现在是做了一个逆时针的画圈，那我的头部呢也要去画圈，它要做一个顺时针的一个画圈啊。你看这个动作啊，它手部和头部的动作是相反的，给大家做一个慢动作的演示啊。你看我的手部现在先往我的右侧移，那么我的头部就往我的左侧移，形成这样一个姿势。然后呢，手往上，头往下，好，再回。你看这个动作一套就做完了，大家会发现啊，我的手部画圈的方向以及我们头部画圈的方向，它是一个相反的，是相对的。为什么要做一个相对的呢？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画圈的同时啊，360度啊做了一个画圈，在这360度当中啊，把我们肩颈上面堵着的地方不好的一些筋节给它完全拉开。好，我们再演示一遍，你看我们可以前期慢慢的做，你看反着去绕一个圈。好，我们再绕回来，你看注意看我头和手绕圈的一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谨记一点啊，就是这个手啊尽可能的合十。
在我们画圈的时候，手不要出现什么呢？分开啊，也不要出现手完全打开，合着10，哎，这样的话就能固定我们手画圈的一个方向啊。你把这个节奏啊给掌握了，你看做起来啊是非常的简单。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会明显的发现啊，就是咱们在画圈的时候，哎，在某一个点上面特别的酸，特别的胀，有一根筋啊就牵着那里，让你的头啊很难转过去。其实这根筋啊就是你堵着的筋啊。我们通过这个动作，你看反复的练习啊，就可以把这个筋啊充分的拉开。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所以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，叫反着拉。大角度，你看大角度啊，然后呢多次数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你看顺时针啊1次，然后呢逆时针再来1次。做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把每个点啊，你看都充分的这样拉到啊，不要追求速度过快，缓慢的去做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，我相信你做完以后一定会感觉到这个动作对你带来的好处。所以呢，感觉这个动作好的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你的几个字啊，会帮助更多的人，无形当中啊做了一件善事。我是大伟，在我这里啊，会给大家传授很多种啊特别好的、特别实用的一些动作。只要你关注我，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很好、很有价值的养生动作。没有关注的，记得点一波关注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